要讲开头很紧张。嗨，大家好，我是小金鱼，欢迎来到。3、2、1。哎，我要看哪里？姐，不用，没关系。好，这是他的。好，那我喝茶。因为他真的准备很久，那天我们凌晨大概2点多3点8点跟我对这个稿，他就说他觉得他的 round down， 他希望他访问你的时候展现出他完整的他的很棒的样子。谢谢姐。好，欢迎来到小金人生实验岛，我是小金鱼。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找到了 Rose 姐姐，耶！Rose 姐在现场。然后之前在拉面社有过2次很棒跟 Rose 姐访谈的经验，但是在 Podcast 里面深聊1对1，这个是第一次，所以我想说也想要借这个机会来跟 Rose 姐一起介绍我。谢谢。小金鱼大概从2017年开始创作到了现在，所以今年是我创作的第9年，哇，明年就第10年了。然后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因为我一直都是边上班然后边创作，2-3年前的时候我就离职，大概工作了10年之后就觉得离职，然后放自己一个 gap year， 就 gap year 从欧洲旅行回来之后就认识了 Kim，然后就开启了一个创业之路，一路到了现在。今天我们会聊很多创作者如何产生正向影响力，但很多人在这个时代其实是很迷惘的，会觉得一切都很不容易。20几岁的人会认为上班是一件不值得思考的事情，消耗生命的事。对，30几岁的人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往前，但他也往后退不了了。但是我觉得每次在跟 Rose 姐聊天的时候，都有一种这不是一个二元，这不是一个相对的，它有一个更高的维度。如果你用另外一个角度看，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事情。所以今天准备了很多的话题，想要来跟 Rose 姐聊。然后同时，因为 Rose 姐是基督徒，我们最近也受到非常多基督徒包围我本人，然后我有一些我觉得没有很有礼貌，但我真的非常好奇的问题，想要来跟 Rose 姐请教。非常期待，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我们可以 one on one 的深谈。很喜欢你之前在拉面社讲那个 master plan， 我觉得那个也跟没有听过那场直播人讲一下，就是 Rose 姐说上帝有他自己的 master plan， 打开来那个 plan 可能很长，你可能只是你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而已，但他有他的 plan。然后这件事情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我觉得很受感动的事情是他给人家一种很安心的感觉，就是 there's a way，只是你还不知道你在这个路途的哪里，我们可以把它给找出来。然后 Rose 姐之前也提到那个101的比喻，就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想想你现在在1楼还在第101层楼，你就说如果你在那么高，你会 care 那底下那个交通那个车吗？你看得到那个号码吗？你看不到，那为什么你现在看得到，而且你还听得到？因为你距他们太近了，就是你要往上。我觉得有时候因为我们开场前在闲聊的时候在聊现在年轻人或者是创作者会遇到什么困难，我觉得从梵谷或者是从耶稣身上，其实那个开始就是对我们来讲就非常难。你看耶稣一开始12个人，对，还是我们可能认为很一般的人，对，然后梵谷对，刚开始画的时候默默无名，对，其实老实说，他这一生在他死以前都默默无名，只卖过一幅画。对，那就说，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就说以我为例，就是你说这个你在 Free 上有1万分好了，你动不动就会看到有人说，哎呀，这个触及不好意思啊，100万，然后下一篇你就看到有一个人200万、300万，就是永远有比你更高的人。那这时候有人就想，可是我也想要成为创作者，我就从很小的地方开始做，但就觉得很沮丧，因为隔壁棚的那一个我们100万200万，然后我们这边有人在8、10、12，对，这时候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个心情？我想如果你今天创作的内容是让大家笑一笑就结束的，我觉得或许你的受众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把它当生意过来看啊，如果我们把它当创作也当创业的眼光过来看，你第一个会让他看什么？你要看他 OK 他的 target audience 有多大。如果你现在在讲的是一些比较深一点的东西，是比较生命的改变，这种东西你的 target audience 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几秒当中，他会被这个主题吸引的，
或许它就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虽然它是可能是人生更重要的事情，照理说应该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啊，对，可是它就是变成了在行为上或者心理学上，你想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没有在花时间在想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大部分想的事情都是一些吃什么啦，然后穿什么啦，下礼拜报告怎么办啊，怎么配啦你知道，所以你的脑袋 actually 真正花在那些真的有意义的事情的脑袋的分量是很少的，所以它反射出来的就是你会 respond， 你会回应什么，所以我们回应的都是一些大部分都是一下就过了，你明天也不会记得的东西，但是这件却可能会有最多的粉，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当我们面对这种比较，我觉得我们在哪里，我们觉得这就是人，上帝在我们人里面就放了这一些不可爱的东西，但是有这些不可爱的东西也使得人可以进步了哈。所以你有一个这个比较心，但是呢比较心里面我们常常要能够停下来问自己，我到底在比的是什么，对不对？我觉得当我们不管创作创意，你如果想想梵谷天天都在想，哇，莫内这时候在他家的花园画什么的时候你知道他在想莫内在做什么对，我在想莫内在干嘛的时候，哇塞，你知道梵谷不可能画那个向日葵的，对OK， 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比较，我们就有时候真的有时候要忍耐不去比较，因为特别创作的话，如果你现在讲的是创作很大一部分是蛮需要是挖出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很内心的东西，当然是内心的东西，如果说特别是创作而不只是商业的内容而已，那所以我觉得那本来就会有一点点的孤独，那你也必须要去容忍一些你觉得哇为什么还没到，如果你第一天创作你就有200万人在追你了，我也不知道，其实我常常觉得这个少年得志有时候也是大不幸真的啊真的啊，如果你16岁就是一个偶像团体就能红到翻，你18岁就知道你人生的事业巅峰，我真不知道你接下来每天要干嘛，我觉得那会慌因为你不知道你要追哪一个了，如果你已经站在那边你要去追什么，你就必须更强迫自己，我只能追里面的东西，外面没什么可以追了，你知道吗？所以我想那种失落也好比较带来的一些担忧也好，我觉得都好正常啊，但是它也是正是一个让我们去反馈 OK 我什么东西才是我真的要追的。说到这个我突然很好奇，这题不在访纲上面，但刚刚 Rose 姐讲我非常好奇，就是说那么在圣经当中上帝有为了一开始只有12个人有担心过吗？ No， 这是他的计划，所以他的计划是12个人。我觉得他来到这个世上的计划是很清楚，如果你知道吗小金鱼，如果你今天好清楚知道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会突然把我们刚才讨论很多的问题都会很容易的有一个清楚的脉络去解决它了。那耶稣就是 once again 又是个最好的 example， 他太清楚他在地上他为什么，其实他是神对今天在这个听众中不是基督徒的，或许大家不晓得其实我们有一个上帝，或许大家都知道上帝宇宙中有一个造物者，好，那不管你以前以为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我们会称他为上帝。那还有一个叫耶稣基督那他跟他什么关系？我们听说他是他儿子，但他明明是人生的，怎么是上帝的儿子？其实他是他的儿子，他是他的独生子，但是他把他透过人，为什么？因为上帝超爱我们，知道我们人实在是无药可救怎么教也教不会所以呢他只能让一个人在我们活在我们人当中，跟我们一模一样有肉体，会感冒，我们需要吃饭要睡觉 OK， 这样的一个人活在人的当中，让我们看到原来完美的人是长什么样子真正神要我们活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你看他并不是因为他是什么身份不是因为他什么职业他活的样子是他的价值，他对人，他的智慧，他非常有智慧那个智慧不是从课本来的，他很有智慧，但最重要的是他有一个 purpose， 他来是为了我们上十字架，
所以我们圣诞节啊，我们在庆祝的东西真的不是为了圣诞老公公，而是耶稣基督他来真的是为了我们上十字架。为什么上？因为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有很多自私、自傲、骄傲，没有办法，这就是真在我们里面的。所以他为了这个原因来的，他为了原因就是要来死。所以如果他已经很清楚，好，这个你的目标已经很清楚，他其实只是执行而已。而且这个执行呢，他的神，他的天父还随时站在他旁边跟他讲话，他随时跟他祷告，他都会告诉他，我要不要找那个渔夫，我要不要找那个脾气很烂的彼得 OK， 我要不要找那个税吏马可什么 whatever， 他会告诉你 yes or no， 你知道那个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他就是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会不会担忧，会不会担心 A 开头 follower 太少。对啊，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做的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会不断的慌，我们不断要拿一个比较的标准嘛，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绝对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没有自己的，我们就比别人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绝对的价值观，或者我们绝对的有人告诉你说，孩子你做得很好。小金鱼，如果你今天发觉有一件事情是你每天躺在床上你都可以跟他讲说我今天做的好不好，他会说其实你今天做的很好，你今天真的做的已经很好了。你会不会再去看你的那个粉丝数，你的心情的感觉很不一样。我相信耶稣也是一样的，因为他知道有个天父会不断的告诉他你做的好不好，你现在做的对不对，我可不可以带着你。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 benchmark， 我们的衡量的标准真的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需要去学习跟调整的。一旦我们比错对象我跟你讲真的是很辛苦。你比那个3万的有5万的，5万有10万的，就比不完的。对。可是如果你抓住你的价值，例如说我有个很好的朋友，他是到了57岁，他跟我同年，他是50多岁才去做网红，对不对？他也其实也在企业上班，然后这个上班也很成功，可是呢他在职场中也跌了好几跤，被几个老板，最后几家公司都请他在总经理的位置请他走，所以他累积了一大堆的经验。那他就发觉他有一个才华，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恩赐吧，他非常喜欢分享，而他口条非常好，所以他就开始从原来是录他们公司为了要卖公司的产品，因为员工录的不怎么样，人家说老板你自己下来讲一讲吧，结果他讲了哇，大家都觉得他讲的超好的，他就开始养成这个习惯，培养了之后，他后来自己变一个创作者，人家突然看到他内容超有趣，他在讲职场，所以他现在就变成在大陆很红的一个职场博主，叫欧嘎姐姐然后现在有300万粉丝，就短短3年。但他是我很好的朋友，我看到他作为一个创作者，他很大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他每天都在做他自己完全相信而热爱的，每天都在做。我跟你讲，我真的佩服他，他超爱，他非常随时可以拿了一个手机，我以前不过到他们家跟他聊个天，聊了突然觉得很好，说 Rose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一段录下来作为我的播客里面的内容。哇，他随时都看到这个内容好好，我的播客我的粉丝会喜欢，所以他就做起来很轻松，因为他在做他真的相信的事，他谈的事情也全都是他真的职场中碰到的问题。所以你做你相信的事，你做你喜欢的事，然后你做你擅长的事，然后你会越来越好。所以我看他，人家都觉得好难想象这个年纪，然后短时间可以累积几百万的粉，那他当然也有团队帮助他，但是最重要我看到是他在推他的团队，都是他在推着他们往前跑。他告诉他，我觉得我们还应该做什么，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创作一定要从那个创作者本身里面的那个意愿开始的。你知道我前2天在跟，因为这是能够也跟在那个镜头前或者是听这集 podcast， 就我们这集能够邀请到 Rose 姐的原因是因为 Rose 姐是我们12月28号年会的主讲人之一。Hello， 我很荣幸。12月28。
哦，你有在听你刚刚讲几号啊？我不知道，12月28号，确定？King 已经纠正了，是12月28号你去不会看到他，不会看到12月18。然后我们前2天在跟我们就是其中一个赞助商在聊的时候，我们就会介绍讲者，然后我们就第一个就介绍 Rose 姐，然后他们就说哦，我知道，就是最近跟欧嘎姐姐有很多的影片，闺蜜军师，对他们也追，他们追得很勤劳，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分享，所以那时候就在想说，那么拍了这么多影片，Rose也上了很多 podcast，Rose 姐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创作者吗？我从来没有用这个角度来看过自己，但是我的确，例如说我在跟欧嘎一起在做闺蜜军师，我们会做这个节目也是超好笑，因为我上他一集直播，然后现场的反应很好，欧嘎说你们要不要我跟 Rose 姐做个节目，然后现场就好啊，他就说那你觉得节目该叫什么？当场就有人给几个名字，我们就说哇这闺蜜军师很好，就这样子就成了。我从这个做的过程，因为当然它是个比较有预备，然后是有团队的，我也觉得那个创作本身很重要。虽然我从来没有创作的眼光，因为我们比较在分享，在解决很多人职场上的问题。那但是真的，我们这2天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们2个的一个自己的复盘吧。中间我们就发觉，当我们好好的把那个题目我们2个最近因为正好我们2个一起去云南旅游了8天，你知道云南就很 chill 没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所以我们就把那个题目呢来分享一下。上次的题目是人为什么要上班，或人真的要上班吗？对 OK， 然后我们2个就开始讨论这个 topic， 然后我们真的不断的辩证把我们的想法整理出来，然后我们就做了这一集。听说这一集刚上去，在小红书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爆款，很多人我看了下面很多的留言，真的觉得很多人是觉得非常有帮助，不然就是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用这样的观点，没有在追欧嘎姐姐的，或者真的很少有人把职场要不要工作上班这件事他们觉得讲得这么通透，因为现在一般的社会大家都喜欢讲职场没意义的事情，因为那是一个比较主流的概念，而我们讲的非常不主流，可是让他们觉得很有帮助，所以我就真的就有感觉，就是说哇，其实创作的意义，其实我刚刚觉得就是价值，我们有没有在做有价值而且我们好相信的事情？答案是真的，我只想做我自己相信的事情，不然绝对没有人再多需要一个人在网络上分享，自媒体已经爆炸了。 OK， 我现在越用这个眼光来想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发觉，当我在看一件事情，我就会换一个眼光来讲说，我要怎么跟人分享这件事。我的旅游里面我到底看到了什么？除了很漂亮的山水，或者我今天跟小金鱼我们在这个 podcast 的分享，到底有什么东西我真的是相信是这个东西，我好想说出来，如果我不说可能别人不会说的，只有你知道的。对，如果别人不说可能就没有人说了，那我就一定要说。那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那个创作是对我个人是很有意义的，然后一定会有几个人会觉得这个东西对他有帮助。对，我常常在之前我都会想说，主啊，你今天让我们不管访谈也好，我们做任何事情能够摸到几个人的心，好像就是他就在等这个，当他一看到他就知道是你透过我们说给他听的。我喜欢这个，你的创作能摸到几个人的心，对，就不是几个赞，不是几个 follower。 Seriously， 其实我常觉得赞不如去看里面的留言，那个留言才是真实的。赞是很 cheap 的一件事情，而是那个留言他愿意花时间，就算花时间骂你就算花时间跟你表达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都代表他完整看完了。他完整看完，而且还愿意跟你表达说我赞同哪里，我不赞同哪里，除了说我好喜欢你们之外。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对话耶，我觉得有这样的对话，是在这个现代的社会当中很难得的。有一次有一个拉面社的问题在讨论说，
创作者其实很容易遇到很多你说酸民留言也好，或者是会有人对不赞同的人要怎么办？然后那时候你讲了一个比喻，你说你觉得在一楼，在101的1楼跟101层楼顶楼看到车子的样子会一样吗？然后就有人留言说当然不会一样啊，因为在101我哪看得到那个车子呢？然后你就说对，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对对，没错，它就这么小，可是当我们站得很低的时候，哇，每一件事情都很大。对，没错，我也觉得有时候我们好像觉得做的自己做的不够好，这个东西反而成为它可能是我们的激励，但它也常常会变成一种阻力，就让你自己好像觉得全世界都在看你。其实这是我常跟我自己讲的 ，Rose 真的没有全世界都在看你。我说我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我身边的 best friend，我加阿金团队，全部都是基督徒。我很容易成为车上唯一一个不是基督徒。然后我觉得基督徒有一个很感人的地方是，你们很喜欢很会带祷，为人家祷告。对，我有一次，我一个 best friend， 我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要创业大课前第一次做团队太紧张了，然后我就几乎就是真的太紧张了，因为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又是个高单价课，我就太紧张，然后我就我传讯给他，我说怎么办？我做了全部可以做，但我仍然不知道还有哪一些，明天就要开始了。然后他就读了我的讯息之后，他过了大概30-40分钟之后，他就传一个很长讯息给我，他说：“亲爱的，我不知道我可以帮助你什么。”但我刚刚帮你带到了，他就给我一个带到的那个内容，然后我就记得他说他希望主帮助我，让我可以在这个活动当中保持是清静冷静且可以处理任何事情的状态，任何需要的人都会来到我们的面前，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然后我每次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很感动，就是我觉得他有一种就是这个朋友很关心你，对，很 care 你，对，然后他用他可以的方法，其实他觉得最好的方法在旁边 support 你，对，这是很真实的，而且你会发觉他给你的那个 message 就是你需要的。对，其实当你在讲说我这个状况谁能帮你什么，但是如果你知道哇，我最好的朋友他的神都会站在我这边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有安全感？对，就是真的是这种感觉。然后你会很快你会真的知道，这真的不只是一个客套，他是真心的相信爱他的上帝可以帮助你，对，那个上帝会一样帮助你，他真的就是相信。我们有时候录 podcast 前面也会聊说最近办活动有没有什么我们觉得担心的事情，对，然后 Kim 都会说我最近有跟上帝祷告，对，这是 Kim 最棒的一点，对，就是他常常把他所有的心思意念都跟上帝说，对，就像他的 best friend 一样，如果你的 best friend 是这么厉害的 best friend，你一定要跟他说，对，你怎么会不跟他说呢？无时无刻的，对，你会想真的大小事大小事都可以跟他说，欢迎你。我告诉你，不一定要成为基督徒才能跟上帝讲话。我也跟今天所有在听这个节目的，你不一定要说我去过教会，我要干嘛我才能跟上帝说话。对，你随时，因为他就是你的主，只是你还没有完全认识他，但他已经认识你了。OK， 你一定要知道。今天你会对这个 message 有反应的人，上帝都已经认识你。哇，在你还没出生他就认识你。对，所以你今天你没有一个反应会在他的预想之外，所以他就是你的父。你今天就可以开始跟他讲话。Isn't that amazing？ Yeah， 很神奇，非常神奇。我信主其实完全是一个意外，其实很好玩。我以前中学的时候念的是教会学校，然后一天到晚校园里都是神父跟修女，从来没人跟我传过福音，没有人，就完全不知道福音是什么。那一年2000年那一年，其实那时候我在上班，那时候我刚进雅虎了 ，actually， 对，我2月进雅虎，哇。然后有一天呢，但是你知道我常年的时候就有腰酸背痛、姿势不良。然后我大姐就知道，
我有这个问题，他有一天就跟我说，哎，那个听说啊，有一个牧师啊，会医治人的这个腰酸背痛。牧师，对，你看，居然是用这样的方式来邀请我去教会。然后我说，哦，真的啊，那我们俩赶快去。对，我们俩就冲去教会。其实后来我原来都不知道，其实我大姐曾经受洗过，我们全家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她也从来没有说过好像去过教会啊，好像感觉这件事在我们家是不是没人知道的一件事。Anyway， 所以我们就去了教会。就在那一次的教会，是我第一次真正的踏进教会。整个过程其实我都只是焦躁的等着。请问这牧师什么时候要来治病？腰痛问题。对，我是来腰痛的，我不是来听到的。所以他讲了什么，我内容真的不记得了。直到最后的时候，然后牧师就让我们一个个上来。然后上来的时候，他按手为我祷告的时候，他就说：“我看到一个悬崖上面有一棵树，很孤独，然后孤零零的一棵树上有一只鸟在上面飞。”他光是讲这个画面。他说：“其实你内心非常孤独。”哇！那个时候，你知道，其实我算是年轻的时候，我32岁就做了总经理。对，所以那时候我刚离开 MTV， 我在那边总经理做得不错，然后光彩绚丽的生活，然后加入雅虎，外表一般人看我都觉得我很成功，然后我也很开朗，很少人看到我那个孤独的一面。哇！牧师那时候讲，我就泪如雨下，哭了。当场大哭，但是停不下来。下面很多人，没有，我们一个个人上来被他服侍，但是一堆人还是排队了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怎么有一个这么了解我的上帝？但他的画面从哪里来？这就是他看到你的时候，所谓先知性的服侍。OK， 很多的牧者，其实我们很多我们信主的人，如果我们需要得到这个恩赐，我们也可以有的。就是你为人祷告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感动。有人会看到一些经文，有人会看到图像。那这位牧师看到的就是图像，他就凭着感动把他看到的图像说给我听。我们从来没见过面，他不知道我是谁，第一次见面。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有一种很深的触动，原来有一个神这么认识我，是外面人都看不出来的。所以那个牧师又邀请我下礼拜再来。哦，好。就这样我就进了教会，我就开始进入教会，然后有了对圣经有一些了解，然后那年又大家传闻所谓的千禧年，很害怕这个世界要末日了，所以牧师问我要不要受洗。那我说哎，我圣经还没读完。他说没关系，千万不要误会这个其实是开学典礼，不是毕业典礼。 OK， 所以受洗只是开学而已。那我觉得这个观念给我说好啊，那我就受洗。我就在12月30号 ，in case 万一第二天世界末日的话，先受洗，我会上天堂。所以是算计得很清楚。就自此，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教会了。虽然我换过几个教会，但是我很感恩，就完全翻转我很多对事情的看法，一点一点的。就被神带领这25年。哇，很有意思。但是因为如果是就说以总经理来说，我们一定会面对很多数字啊，很逻辑性的事情。那在进入教会这个过程当中，我个人好奇，没有冒犯，会不会有一种因为这个事情它看起来不逻辑，会有人这样说吗？当然会有人啊。所以你会不会觉得我们上帝很有趣？对，他会用适合你的方式告诉你，对不对？看，如果他今天好端那个人跑来跟我讲说，哎呀 Rose 啊，有一个很棒的上帝啊，然后我在开会，我在忙，他跟你说，哎，那个上帝很好很好，你要不要去教会？我答案你是我没空。就上帝用个方法，就是你要不要治病？你要不要治你的腰痛？你要不要治我的腰痛？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上帝，其实我回顾我这一生一定有过别人跟我传过福音，可是我完全没有印象了。所以呢，上帝超级有耐心 ，passion，超级有创意 ，creative， 他太了解我们每一个人，最后什么样的方式，他能够带你去认识他。这一张牌 actually 是操纵在神的手中，只是我们回应不回应，我们有了一个选择，就是这太 ridiculous 了，这是可以是我们的回应，但我们就失去一个机会，
可能去认识为什么全世界1/3、1/4的人都信仰的一个神。那如果我们就愿意回应，好，我去了解，然后大部分去了解都不是从每天读经上课去了解的，不是吗？它跟读易经很不一样所以它很多，为什么很多人像我很快的就会感觉我在经历他的同在。第一个就是我每一个礼拜去教会，只要唱诗歌我就掉眼泪，我不知道为什么。哇，你就好像觉得你的内心是非常非常被一个东西摸着，特别是你越忙碌的人，你每天都忙进忙出，脑子塞满东西，所以每一个礼拜天在教会里，我都感觉好像心里被重新洗过一遍。然后每一次唱诗歌，我不夸张，我唱诗歌哭大概哭了20年，现在依旧，几乎 almost 一进教会只要唱诗歌，我今天的状况我就很容易掉眼泪。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回应上帝的方式很不一样，但是就是会有人要追随。好，我也认为我是一个追随他的人了。那我追随上帝是不是因为这是该做的？他 simply 只是因为我知道他是真的，因为他很真实，他很真实的存在你的生活里，他很真实的在那个 moment 当中提醒你，他很真实的让你走进一个情境当中，是超乎你所求所想，他很真实的让别人成为你身边的一些提醒跟帮助。那我也觉得这本圣经我家书架一堆圣经，你翻出来那圣经真的是有教导，是对现在的你，他不再教你一些大道理，他就是此时此刻你看到这东西我了解了，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所以这个信仰就变得很真实了。从一个你会觉得，或者从我以前也是觉得很理性觉得这是什么，到后来因为我经历了。哇，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个礼拜4早上都会录 podcast，然后录 podcast 前面是先是 Kim 在马路上走路，然后走到一半，然后进电梯，对，被我们拦截下来 RPG 然后呢有一集我们在聊那个网红，就聊创作者，然后 Kim 就说，你知不知道上帝其实是最大的网红？我忘了有看过那一集的你们剪的短影音，我有看过。对，我说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说法来说耶稣然后他说这个圣经的这个传播率真的哇，可能是网红界最有名的作品了。没错啊，你说全世界印刷品当中印刷出版最多的书是哪一本？就是圣经你看就是才不过几百年，然后是印刷最多的人，而且全世界几乎没有什么语言，大概除了一些 tribal languages， 其他各种语言全部都有它的翻译本。所以的确，如果你硬是要说耶稣是不是一个，其实老实说这个很有道理耶。如果我稍微讲一下如果我稍微愿意听一下这个一个论述的话，里面的一些论述的话，对，在论述的话，你知道耶稣，我们常听到的耶稣基督，耶稣他是30岁开始出来传道他是30岁出道的。对，你可以说你用今天的语言，他30岁出道，30岁出道，他30岁出道，他33岁就死了他只在传道的日子只有3年，只有3年。但是这3年呢，他一开头就挑了12个门徒，他只从12个人开始，而且都是12个看起来很一般的人，很一般，渔夫啦，然后还有那种很糟糕的那种专门讹诈别人钱的，那个时候叫税吏啦，就是科人税，而且都是讹诈的那种敲诈人的那种，敲诈人的，所以都是那种很市井小民的。他就从这12个人传到3年，就是成了我们今天全世界到今天，你看100亿的人口，现在有80亿人口当中，将近1/3，四分之一是基督徒。人家就从12个人，所以你说他的影响力大不大？但是他非常大，这么短的时间，而且他所到之处，所有人都跟着他。那时候还没有 social media， 对啊，就可以有到处人跟着他，对，然后他想听他讲道，而且那时候还没有
网络，没有网络，纯 offline， 完全 offline 是办 event，OK， 而且他是event 的 host， 对，而且他也不需要进小巨蛋，他就自然有了小巨蛋的规模。对，你知道五饼二鱼的故事里面，当天现场有5000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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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还没有麦克风，我老实说，我还真不知道他要前面传后面，坐到最后一排的人坐在那边到底听到了什么。但是耶稣就在那里行了神迹，他让五个小饼，因为那时候讲道结束了啊，已经该吃饭了。结果呢，大家说，你让这些人去哪里？旁边有 7-Eleven， 你要想他是也没有全家，荒郊野外。结果耶稣说没关系，我们为他们预备吃的。他下面的门徒就让各位就觉得看看他哪里，老师在哪里？请问你有没有搞错 ？OK， 他说来，现场有什么？有一个小朋友带了5个小饼2条鱼，就1人份的意思，1人份的餐。他说有一个小朋友有一个1人份，他拿来，他当场注谢，分给每一个人。当天5000个人全部吃饱，还收了12篮的剩下吃不完的，打包12篮。这是一个神迹，这就是还可以外带回家，外带，所以它是一个完全的神迹。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讲用网红的这个概念，其实如果我们今天来讲什么叫有价值的创造，对，关键其实是价值。创造其实不只是说 OK 我就是很 popular， 为什么这人这么受欢迎？他一定是对别人产生了价值，那价值可以有很多种。那但是例如说我们今天来讲拿耶稣来开场的话，我想没有比这个更高的标准。对，没错，那个价值就是你有看到生命改变的价值，还有人当场被喂饱，原来从饥饿的被喂饱，因为你能产生价值，那价值就有很多种了。从一个短影音只是让人笑一下，看完立刻忘掉了啊，然后你要做很多，你要做1000个这样的 short reel， 这也有价值啊，它有娱乐的价值。到 all the way， 你有生命改变的价值，那这些都是影响力。其实你都可以说它是某一种创作，那某种价值的一个传递。但我个人是觉得说，最 powerful 的创作，往往是真正来自它里面真正的相信。它不是为了一个目的，例如说为一个商业目的去做的，而是那个价值是这么的真实，所以它必须要分享出去。像梵谷，可能如果你问我说我想每个人就再不了解 art 也知道梵谷，所以为什么他的画这么 powerful， 任何不懂画的人看到他的画都会站在那边会觉得目瞪口呆，因为他在每一个时期，其实你看过梵谷每一个时期的画风完全不同。对，而且我们很熟悉的那些画风，不过也是2-3年的创造。没错，他大概这一辈子创造过什么900幅画，什么 sketch 1000多幅，就是几年而已。因为他是完全把他的生命，他所看到的，他的每一个经历活生生的，这就是他会用的创作方式。他是用绘画，所以他才会动人。所以我觉得是因为你相信，然后你产生了感染力，你产生了别人的共鸣，而那个共鸣会产生很大的价值。最后想说，可不可以请 Rose 姐给，就是如果现在有个创作的年轻人来我面前，他很迷惘，他不知道他要怎么办的话，可不可以给他一句鼓励的话？你本身就是一个很精彩的创作，你第一个要看到你自己里面有什么东西，才会激励你去跟人分享。你没有办法分享你没有的，所以不要为了想要做成别人想要你的那个样子去努力，而是努力让你自己成为你想成为那个人。你一定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你本身就是一个很珍贵的艺术品，你就是一个创作，很大很重要的创作，独一无二的。哇，这是真的。之前在直播的时候你也这样鼓励我们，就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值得被好好的创作的一个艺术品，好好重视的。对，有的时候我们希望人家来重视我们，但是如果你没看到自己那个价值，你很难把这个宝贝
用宝贝的方式呈现给别人。那 Rose 也会在12月28号，12月28你们的年会上，没错，我们的年会上，很期待。对，可不可以先剧透一下一点点？你可能会在年会上说什么内容？好，我那天会想分享就是领导者的价值跟定位，并且我想我们讲领导者不一定都是在最高位的人。我其实不管是在中阶、在高阶，或者你在创业，所以领导者的定位跟价值是什么，以及你怎么落地，所以我很期待12月28号能够在年会跟大家相见。很高兴 Kim 又邀我回来，显然上次做的没有太差。OK， 好期待 Rose 姐，谢谢，谢谢。他很容易在我们在某一次祷告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感谢神的时候，他会用一种吃。我没有。这个技能你不是本来就有了吗？为什么你要感谢主？对吧？对，我动不动到关系，因为 Kim 什么都在感谢主，就最后要感谢。对。然后有一次 Kim 关掉，我就说，我想问一个稍微冒犯，非常冒犯，但是我真的很好奇的问题。这有什么好感谢的？不是，就是说本来你就会了，why 你要有一个感谢的对象。I mean, for example， 例如说他会说 ，OK， 你做了这个课，就你对，那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们前面要加一个感谢主？对，为什么？因为其实感谢。因为你急着真看为什么 King 有这样的天赋才能，对，天赋才能从哪来的？对，其实我们有的一些特殊，就像你怎么样能够从口疾当中调整改变，变成你人生一个动力？我觉得我会很喜欢讨论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认识了你们之后，我就会有一种就是这件事情很在充满在生命当中，是，且它是很可以被讨论的。你可以而且超级可以被经历的，对，而且当然是绝对是可以被辩证的，对，绝对是可以被辩证的。我就特别的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我很容易问 Kim 各种这种问题，非常欢迎，对，非常非常欢迎。你会有这些问题也都是很正常的 ，OK， 但它也代表你跟神在建立一种关系，因为你要想知道说你是不是真的。我想知道是这一群人都吃了同一种迷幻药，还是你是真的，还是怎么思考这件事？对，就是这样看我们了。对，其实这个，如果当你知道他可能是真的，或者说我就想试试看是不是真的，那你就试试看。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他也不花你1毛钱，你就试嘛。我常常说，如果他是真的，他让你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他就不是真的，除非你没在看。那你就是这是 free，你就去 try， 你就去跟他祷告，因为我们跟神就最简单，就是祷告就好了，张开嘴，把你的所求所想跟他沟通，但是他比较不像去拜拜，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神是可以经过考验的。这可以放在幕后。嗨，Rose 姐，我是小金鱼。我一直很想跟你说一声谢谢。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就是能够在我现在这个年纪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上次你在 podcast 里面讲到说，没有人是想要被放弃的。我觉得我在很多事情上面很容易那种桀骜不驯的那种感觉，会觉得自己就是也不错啊，为什么其他人不怎么这样？如果我们能够多想一点，那么我们看这件事情的方法会不一样。身为能够很近距离跟你讲到话的后辈，我非常感谢你。最后呢，就是我希望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再邀请 Rose 来实验岛看看这个当年的小女孩有没有变得更成熟、更懂事。希望不会辜负你在我们身上花的时间。谢谢 Rose。